妈，你快点儿，我约好了跟闺蜜一起做指甲呢。小霞，妈这心脏好像不太舒服了。妈，你就别矫情了，要在这儿哈，吃完睡一觉就好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这怎么打了个人啊？哎，这谁家老人啊？赶紧叫人看看呀！是市中心医院吗？阳光花园7栋2单元，有个老人突发心脏病，请尽快安排救护车。救护车被堵在岔路了，根本开不进来小区。那先坐我的车吧。好，行，大家都来搭把手。目前你母亲的情况非常危险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护士，你误会了，我不认识他，只是顺手帮个忙。时间紧迫，麻烦你先配合我们去一趟医院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我和你们去。好啦，不就是闲在家无聊，出门做个美甲吗？咱妈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行了，先不说了，爱你哦。我这有一名突发心脏病的病人，你马上安排好。啊！瞎眼的东西，赶着投胎呀！还不给我滚下来赔礼道歉！看见我还不主动让道，把我车刮坏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师傅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已经刹车了，那个车直接加速撞过来了。时间紧迫，咱们下去沟通一下。车开这么快，还在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呢？你这女的怎么说话的？明明是你撞的我们，怎么还污蔑人呢？撞你怎么了？我不但要撞你，还要打你的！赶紧给我赔钱，不然一个也别想跑！大姐，赔偿的事儿都好说，咱能不能先把车挪一下？有个老人晕倒了，需要赶紧送到医院去，人命关天啊！叫谁大姐呢？谁是大姐呀？嘴巴这么不干净，活该家里人生病！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这样，你要我赔多少钱？只要你把车挪开，我可以赔给你。算你小子识相，我这车可是国外进口的名牌车，一口价88000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什么？蹭了一下就要88000？这不是欺诈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那就别怪我了，反正生病的又不是我家人，到时候万一要是救治不及时，也跟我无关。钱我会想办法，现在麻烦你先把车挪开，再晚病人就真的撑不住了。哟，你在这骗3岁小孩呢？我要是把车挪开，你都给我钱走，我就把话放在这儿。今天我要是看不到88000的现钱，这车1厘米都不会让。我们这么多人为老人家争分夺秒的救命，你能不能有一点公德心啊？哟，这就开始道德绑架了是吧？你这么有道德，也没见你救好人家呀。女士，咱们将心比心，谁家里没个老人？如果是你家里的老人急需救治，却被人拦着，你会怎么想？你咒谁呢？我家人身体好得很，用不着你来将心比心。你怎么打人呢你？救老人要紧。女士，我没有咒骂你们家老人的意思。车里那位老人家我也不认识，但是人命关天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拜托了，让一让。合着闹了半天，车里不是你家的老人啊？那你跟我装什么圣人？病的又不是你爸妈，轮得着你来救？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大家都是邻居，你就不能高抬贵手？谁跟你们这群穷鬼是邻居？楼上楼下800年见不着一回。要不是我妈住在这个小区，你们连我的面都不配见。我再说一遍，想让我挪车就得先掏钱，没钱免谈。还不能走吗？病人情况很不好。哟，才过去几分钟啊，这就坚持不住了。看来他本来也没多少时间了。我看你们还不如给他个痛快。你这蛇蝎毒妇，说的是人话吗？
是啊，明明是你行车不规范撞车，现在要胡搅蛮缠阻挠救人，你已经犯法了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还犯法，我好怕怕哦！你们有本事叫大夏执法官抓我呀！正好我还要告你们拒绝赔偿，居然诅咒我家老人呢！这样吧，大家各退一步，我们不通知执法人员，也不宣扬你妨碍交通的事儿，你也帮忙把车往旁边挪一挪，不然真的要错过最佳救援时间了。错过就错过呗，反正像这种没人疼、没人爱的可怜虫，活着也是浪费资源，早点死呢，也是为了给大夏做出点贡献啊。这么说来，我这还是给大家谋福利呀！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真无耻！大夏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畜生？我再问一次，你到底挪不挪车？你要是不挪的话，我们大家伙一起帮你挪。等等，你们来真的呀？我挪，我现在就挪。太好了，这下老人家有救了。疯了！这个女人真是疯了！这下整个小区是彻底堵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正义使者，刚才我操作失误，这会儿车子抛锚了。抛锚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挪车就算了，竟然还故意撞上来，拦着出口不让我们救人，你的心肠难道是铁打的吗？我说车坏了就是坏了，你们一群连修车费都出不起的穷鬼，在这里吵什么吵？车坏了是吧？不如让我来试试。哎，你个臭烘烘的穷鬼，凭什么坐我车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看车根本就没问题，快把车给我挪开！喂，老公啊，什么事儿？我刚刚看热搜，说我们小区有车辆被堵住，车上有个老人心脏病发作，快不行了。该不会是咱妈吧？嗨，老公你多虑了，咱妈有我照顾着呢，这会儿吃完了药，估计在家睡午觉呢。小霞，小霞，妈没事就行。话说你那边怎么这么吵？老公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快被人欺负死了。一群下头男撞了咱家的车，还一起对付我这个弱女子呢。咱们小区什么时候进这种没素质的人了？老婆，对付这种人，咱们就该据理力争。要不要我去帮你？那你快点过来，我要让这群素质低下的人知道欺负我的下场。女士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快把车挪开，留给老人的时间不多了。我说不挪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原本只需要把钱赔给我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想让我挪车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得给我恭恭敬敬的道歉，只要我满意了，这事就这么过去。不是，明明是你撞车惹事，凭什么要这小兄弟道歉？对呀，这小兄弟做好人好事，被你这泼妇缠身，简直倒霉！不肯道歉，那我们就在这儿耗着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，就是不知道病人还能坚持几分钟。不好，老人的病情已经恶化了。好，我给你道歉，刚才是我多有冒犯，对不起，请你把车挪开，行个方便。就这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还想让我挪车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那你还想要什么样的道歉？给我把鞋底舔干净，这才叫有诚意。我在外头逛了一天，正好腰酸腿痛，你给我伺候舒服了，心情一好，这车说不定我就挪开了呢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这不叫道歉，你这叫侮辱！没错，我就是在侮辱他。怎么，你有意见呀？要不你替他来呀？女士，为了救人，我们对你已经一忍再忍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就是过分，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们倒是飞过去啊！要不这样，你先把车挪走，我们先把老人家救下来。事后我拉着这么多人一起到你家登门道歉，这样你总满意了吧？看来你还是没有道歉的诚意呀。既然你这么不情不愿，那我们也没必要掰扯了。车，你就别想挪了。怎么可以这么冷血？你拦下的可是一条人命啊！口口声声人命关天，嘴巴里倒是高尚，结果连个下跪都不肯。要我说，你们才是卑鄙小人。他要是死了，那也是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给害死的，跟我可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该给的补偿1分也不能少。病人已经到了生死边缘，再不送去医院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再这样下去，真的会出人命的。算我求你了，大家都是做子女的，你赶紧把车给挪开吧。你不是要下跪吗？现在我替他跪，你可以把车挪开了吧？护士长，我们没必要向这种人下跪道歉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万一我心情好，车就会挪开。可是我现在心情一点儿也不好。亏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，连这点心眼子都没有，我就随口说说，你们居然当真了。生死攸关的档口，你居然还把这一切当作玩笑，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？就是笑你们这群人对我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呢。道貌岸然的讲，就只配被我戏。小霞，小霞，小霞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病人真的快不行了。没时间再跟他耗着。哪位邻居有车？我们把老人挪过去，换车去医院。我有，我是开网约车的，我可以帮忙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换车。等等，今天这事还没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走。今天我们已经忍你够久了，堵路我们没办法，但肉身拦下这条人命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识相点，就给我滚！敢吓唬我，那就都别活了，要死一起死！小霞，小霞，是妈呀！这个声音是……他刚刚叫了我的名字，难道病倒的人是……怎么可能呢？平时这个时间点，妈一直都在午睡，绝对不可能是他，搞得我都幻听了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让他们长个教训。耽误这么久，现在老人家已经在鬼门关了。要是不在15分钟之内赶到医院，恐怕……放心，我开网约车这么多年，这路我熟得很，10分钟之内我一定赶到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患者身体内部已经产生大出血现象，就算是及时赶到，这次手术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只有李医生，整个大厦再也找不出比他更有把握的医生，只要他能赶上这场手术，就一定能把老人家救回来。事关紧急，我就不解释了。护士长，其实我……不好，那个疯婆娘又追过来了。什么？一群穷鬼，敢冒犯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这女人恶意别车，耽误我们时间，怎么会有这样损人不利己的疯子？换个车就想把事情了了，没门儿！有本事把我给甩开呀！没本事就乖乖停车，给我磕头认错。看来他今天不搞出点大动静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看出来了，他就是故意要找我们麻烦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，死缠烂打，只顾自己痛快，根本不讲一点道理。师傅，我们不和这种人纠缠，你能不能想办法甩开他？不行啊，他那辆车性能比我的车好太多了，根本甩不开。病人也经不起折腾了。师傅，你想想办法，只要能甩开他，无论造成什么损失，都由我来承担。穷鬼，就你这烂车甩不掉我，赶紧停车跟我道歉。小伙子，别提什么损失不损失的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个忙我帮到底了。兄弟们，你们谁在砍江路？我车上有个高龄老人，急需支援，急需支援。我马上赶过来，我去联系家庭反映情况，我帮忙疏散周边兄弟，开条路。好。我们接到热线司机访客，车上有一名急需治疗的病人，对吧？没错，交警先生，情况紧急，请告诉我们怎么最快到达市中心医院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调用一条最优路线给你发送过去。
太好了，终于把他甩开了。有钱又咋了？再牛也比不过咱老百姓齐心啊！这下，老人家有救了。快，动作快一点，迅速安排手术。来不及了，再不进行手术，最后的希望都要消失了。家属在吗？我们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路上太急，没联系上家属。我是见证者，我可以替你们作证。对对啊，快安排手术吧！还有我以及一大批小区的业主都可以为你们作证。等等，李医生呢？李医生还没有来医院报道，看这样子，怕是等不了他了。你们不用再等了，我就是李医生。什么？哎呀妈，你催啥呀催？我勇他妈我伺候的好着呢，我弟买房的钱马上搞到手了。老公，我被人撞了，现在在医院，你赶紧过来。什么？人没伤到哪里吧？我到小区了，正准备回家看看咱妈呢。人没什么事，就是那群混蛋撞了我的车还跑了，我气不过。老公，你快来医院帮我。好，我马上就去找你。哎，你听说嘛？今天有个60多个老人晕倒在小区，听说有心脏病啊。有个好心人准备送他去医院，结果被个泼妇撞了车，拦着不让走，真是作孽啊！老婆，有老人倒小区了，60多岁还有心脏病，你确定不是咱妈？老公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不是和你说了，咱妈在家睡午觉吗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要是咱妈出了事儿，我可是要你负责任的。老公，你就放心吧，小区混倒那个不可能是咱妈，不然我赵小霞给你磕100个响头。现在快来帮我教训那群混蛋！一路上我已经对病人的情况十分了解，只要由我来负责主刀，我就有90%的把握让手术成功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90%的成功率是什么概念吗？这种情况，哪怕是我，也不敢承诺1半的成功率。没时间解释细节了。总之，请你相信我，这场手术必须由我来做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李医生？护士长，尊重生命是我们每一名医生的基本素养。现在就有一条活生生的生命等着我去拯救，还需要什么证据？我想救人的心就是证据。陈医生，虽然我也不太相信会有这么巧的事，但这个小哥一路跟过来，我感觉也不像是坏人，我们就相信他这一次吧。人命关天，特事特办。护士长，带来换衣服。哎，人命关天，然后你们就把手术交给一个不知道哪来的窝囊废。怎么又是你？你还嫌闹得不够乱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以为你们到了医院我就会放过你们，敢惹我，我就一定让你们知道犯贱的下场。还有5分钟，手术就要开始进行了。我没时间跟你胡搅蛮缠，有什么事儿，手术结束了以后再说。不行，今天不把账算清楚，你哪也不许去。撞我车不赔肇事逃逸就算了，现在我的车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，都是你害的。这车进口价188万，你不赔我一辆新的，我绝不放你走。你这疯婆娘还讲不讲道理？剐蹭也是你撞过来的，路上也是你在别车，我们没告你危险驾驶、危害公共安全就算了，你居然还想让我们赔你一辆新车？怎么赔不起呀？赔不起别开车上路啊！没钱还敢跟我顶嘴，今天必须让你们这些人付出代价。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你无理取闹、咎由自取，无论按照哪条法律，都是你全责。我是全责，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老公可是上市公司的总裁，只要他去找身边的大人物交流几句，我不光没事儿，你们还得给我乖乖下跪道歉赔钱。简直是个疯子，给我放手！女士，这里可是医院，你要无理取闹能不能换个地方？还有一条人命在那间手术室等待着我们的救援，你的良心难道不会觉得愧疚吗？装什么大好人啊？又不是你们认识的人病倒，你们凭什么这么伤心？还不是想骗点钱，再混个好名声？别说这位和我根本没有一点关系，就算是有，我也不需要你们这群正义使者来发善心。护士长，只剩3分钟了，再不去准备，谁先来了也救不了那名老人。陈医生，我现在就去做准备。那位老人的情况相当危险，请务必让我上手术台。
生，你们都在看着哈，我可没害他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你阻挠救援如此歹毒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笑话！我就是不让你救，我就是要让他死在你们面前，我就是让你们的良心过不去，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当正义使者的下场。我倒要看看会有什么报应。你是赵晓霞？小区有老人发病倒地，请问是你家的吗？你家才有人生病呢，你全家都生病。我妈在家好好睡午觉呢，需要你操这个心吗？神经病！还有2分钟，护士长，你先把李先生处理一下，这场手术我来主导。为什么？之前是在小区里栽赃嫁祸，后来又跑到路上多番阻拦，现在老人已经被送到医院，人都已经躺在手术室里了。你还要来多事？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我们想方设法来确保手术风险降到最低，你却连最后一丝希望也要阻拦。为什么你能这么恶毒？为什么？李婶，冷静一点，为了这种人不值当。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吧？这人和我又没关系，还不许我不在乎了？别跟我玩道德绑架那一套，把我逼急了，我直接让我老公叫人把你们都抓起来。之前为了争分夺秒救人，我才对你处处忍让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不要欺人太甚。怎么？我就是要得寸进尺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还能打我不成？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之前多番阻拦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敢在医院闹事，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啊？小贱人，之前我们的账还没算清呢，谁允许你多嘴？你也配跟我评头论足？这一下是还你的，这一下是还你的。你竟敢打我！再要闹事，可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谁给你的胆子打我？知道我老公身边都是谁吗？随便来一个人都可以把你抓进去关一辈子。你这种人就应该被打。老人病倒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偏偏阻拦我们救人，对我们冷嘲热讽，肆意凌辱，你难道就没有人性吗？好啊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人，你们谴责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帮腔！我看你们是有一腿吧？难怪救个人而已，非得让这个不相关的人跟着。我今天就要曝光你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这个见不得光的勾当。你也敢打我？你不想干了是吧？这种人就应该找点教训。你要是再不在医院闹事，哪怕我今天不干了，也要撕烂你的嘴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要曝光你们，居然敢打消费者！我俩黑店，让广大网友都看看你们那张嘴脸！不知死活的窝囊废，又是的苦心男，撞坏我车不赔钱就算了，居然还打人！我这赔偿不要了，我得让你们补偿一把！好啊，那我们就把你做的那些蠢事都拿出来说道说道，让大家伙评评理，看看你到底该不该打。好大的胆子，连我老婆都敢打！连我老婆都敢打！老公，你总算来了。你没事吧，老婆？我怎么可能没事嘛？你看我的脸都快被他们扇肿了。这群野蛮至极的人，快叫你那些朋友把他们都抓起来，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大夏还有王法，还有法律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居然敢这样打人！哥们，咱们护短也得讲讲道理吧。要不你问问你老婆干了什么事儿？我们忍到现在才教训她，已经是够给面子了。老公，我就是开车的时候没注意，和他们产生一点小摩擦而已。这难道就是他们打人的理由吗？话我先说再且动，就算是动手打人，也是你老婆先动手的，我们没有和你老婆计较。谁知道她非但不领情，还变本加厉的找茬。就算是我老婆犯了一点小错误又怎样？你们这么多人一起针对她一个女人，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？我们针对她，先生，你要不要看看呢？这样，这位兄弟，这件事情你要是觉得有不公，就直接报案吧。我相信法律会给一个正确的裁决。报案就报案，我倒要看看执法官来了先抓谁。没错，既然你们这样欺负人，那我也一定奉陪到底。我要让你们明白，正义不是永远站在人多的那边。这位大哥，
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今天你老婆一直在阻碍我们救人，还追上来恶意别我们的车，导致本就不多的救治时间被浪费大半。正义？难道你们的正义就是藐视人命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别车？什么救人？老婆，我怎么没听你提到过？老公，他们说的话你也信？你老婆可是被他们联合起来欺负，差点就出车祸死掉了。你不关心关心我就算了，居然还给他们帮腔。老婆，我这不是想了解了解具体情况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谁敢欺负你，我都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不是你们家中的人生病了，你们就一副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样子是吗？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想想，要是我的家人病倒被这样妨碍，我跟他拼命。谁跟你们换位思考？你们这些人的亲戚和我赵小霞的亲戚能比吗？要是我家出事了，让我当场赔命我都没话讲。但这个手术室里的人，他配吗？咱们一码归一码，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我不了解，但你们撞坏了我老婆的车，这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吧？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，老人家还没有脱离危险，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。至于你老婆的事儿，这位大哥，我劝你最好问清楚，今天从头到尾都是你老婆的错。没错，阻挠救人，恶意别车，要是我们大家一起帮忙，病人早就救不回来了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病人？和我老婆又有什么关系？老公，你别听他鬼扯，这群人看我好欺负就合起伙碰瓷。现在我们家的车就躺在医院外头，全身上下一块好的地方都没有。你是信眼前所见，还是信他们随口胡诌？随口胡诌？之前的事先不谈，光在医院里，你拦着我做手术，妨碍病人的最佳救治时间，才过了刚刚不到5分钟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随口胡诌？老婆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阻止手术了？你这窝囊废，张口就来是吧？你说的那些谁看见了啊？哎，行了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老婆确实做的不对，但轮得到你们来教训？我老婆轮得到你教训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他胡搅蛮缠就算了，怎么你也不明事理呢？你们真是绝配呀！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就是被碰了车，追上他们想讨个说法，谁知道他们这么不讲理，把我们家车毁了，还倒打一耙。那他们说你阻拦手术，又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人撞了我们的车，我还不能要求他道个歉吗？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他外表看起来这么穷酸？市中心医院居然会让他来做手术。老婆，我听懂了，虽然你做错了事，那也是情有可原。老公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是我被欺负了，你怎么还说是我做错了？我是你老婆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放心，我肯定是无条件站在你这一边的。不过就是双方沟通不到位，产生一些误会嘛，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会真以为我差这点修车钱吧？既然两边都有难言之隐，互相理解也是应该的。你们撞了我家车，还动手打人，但也确实是赶时间救人。这样吧，车我也不用你们赔了，各退一步，到此为止吧。到此为止？先生，你可真是大度啊！你倒是看看，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视频里这个老人，他是……看清楚了吗？到底是我们为难你老婆，还是你老婆没事惹事儿？明明是你老婆行车不规范，挡了小区的出路，还对我们运输病人多番阻拦，你还替人大度起来了。视频里的人虽然看不清脸，但显然都和咱们家里长辈一个岁数，生点病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凭什么怪到我们头上？那你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每个人家里都或多或少会有些病人，如果当时需要救的是你们2个人的亲人，却遭到了别人的为难，你们会怎么想？我呸！你好狠毒的心，居然这么咒我们！就是，我老婆也不过是小孩子气了一点，又没有犯下原则性的错误，你们至于吗？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确实是我老婆有些考虑不周，我替她给你们道个歉。这期间我老婆给你们造成的所有损失，我都一并承担。那位病人所需要的任何治疗费用，也交给我来解决。我相信他本身没有坏心思，就是做事不动脑子。只要你们答应不追究我老婆的责任，私下解决，那就一切都好说。我一定会达成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局，这样你们总满意了吧？没有坏心思，让所有人满意。先生，你听听你说的，这是人话吗？你老婆害的可是一条本有希望的人命啊！要是她的病被治好了，
那一切都好说。要是他因此没能获救，那我绝对不会饶恕他这个杀人犯。医生，如果你想追究他的责任，我会做你的证人。没错，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人肆意妄为。你们有完没完？当事人当上瘾了是吧？真以为靠你们这群又穷又窝囊的废物抱团取暖，就能和我们家抗衡了？老公，我们一定要让这群不长眼的长个教训。联系一下你的那群朋友，把他们这群造谣生事的人都抓进去，让他们知道和我们作对的下场。你能不能少讲几句？还叫我朋友，真当你老公我手眼通天吗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惹出来的麻烦，责任也该你负。把事情搞大了，没人能救得了你，懂吗？小兄弟，条件都可以谈，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尽管提出来，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就都不是问题。哥们儿，这是钱的问题吗？你老婆拦下的可是一条人命，我们要的是她认错的态度。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我老婆只是耽搁了一下时间，又没真的害死人。她全身上下的名牌、家里的房子，还有她老弟的彩礼，全都是我出的。要是她真的把人害死了，我自然会亲自惩罚她，轮不到你们审判。别太咄咄逼人，给脸不要脸啊！什么认错的态度啊？我看他们就是嫌钱不够想碰瓷。就算人没救下来，也是他们多管闲事造的孽，凭什么要我们负责呀？简直欺人太甚！现在这种情况，居然还在颠倒黑白，难道你不怕遭报应吗？有个屁的报应！咱们大夏现在不讲那些封建迷信，我们也绝不可能像里面那个倒霉鬼一样，病倒了还无依无靠。真要有报应，有本事天打五雷轰把我劈死啊！这大晴天的，哪来的雷啊？陈医生，病人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只差2分钟。唉，如果是李医生来，或许就能救下病人了。什么？他死了？那名老人离世了是吗？就算我们尽全力，也没有把他救回来吗？你们也不必自责，这毕竟是突发疑难杂症，老人的情况也比我们预期的要复杂得多。可以说，这世界上除了像李医生这样的专家，谁都没有把握能将老人给救回来。真是时机不凑巧，要是能再早送来2分钟，或是晚一些等到李医生入职，也许结果会不一样。只差2分钟，2分钟，我们本来可以救活他的。世道无常，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，懂得他们的感受。他一定还想看这个世界最后一眼，有很多留恋的事情还没有完成。可是现在，我们准备通知家属吧。李医生，谢谢你一路以来的帮助。死亡通知只有家属才能签署，事情已经尘埃落定，我们接受这个结果。护士，您可以跟我出来看一下吗？那边有个病人。不，我不接受。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结束，我们一定要现在讲清楚，不然之后便会被糊弄过去，无人再深究了。什么命运的安排？真要说有安排，命运也是垂怜这名老人，才让他有机会获救。要不是路上有人频频阻拦，根本就不会只差这2分钟。要不是到医院还有人无理取闹，我也有把握令手术成功。让他不幸离世的原因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。你让他成功躲开了所有获救的可能，你就是凶手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开什么玩笑？
明明是医院救治不力，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我们所有医护人员都已经拿出100%的努力来救治这位病人，要不是你一路阻碍，我们会缺少这关键的2分钟吗？他会不能得救吗？对呀，你丈夫都说他会负责，怎么你就这么不通人情、不知廉耻呢？到底是谁不知廉耻？你们害死了，还非得把锅甩到我头上。我和那个倒霉鬼连面都没见过，你们还非要给我泼脏水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对连面都没见过的人，你居然都能这么恶毒！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？这件事情我不会放手的，一定要把你追究到底。还追究我？你也不看看你这个废物有那个本事吗？这个人知道自己生病了还出门，病倒在街上是他的命。你们一个个妄想自己是救世主，特别是你，居然还吹牛说自己能动手术，你配吗？你们这群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窝囊废，被现实打脸也是你们应得的报应。社会就该制止你们这些圣母心泛滥的闲散人士。病人走得这么快，说不定就是你们耽误了救人最佳时机，还想嫁祸到我的头上。我要是像你们一样害人，我宁愿被抓进去关一辈子，也不会在这里再当嫁祸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老公，怎么连你也凶我？你赚那么多钱，连这些穷鬼都不敢教训，不就是赔钱吗？我们家差那点钱吗？实在不行，咱们上诉打官司，我看谁能耗得过谁。赵小霞，我平时给你兜的底还不够多吗？你闯什么祸不是我给你解决的？可这一次你是真的害死了个人啊，这要我怎么帮你？那又怎么了？又不是我们牵着病的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这只手怎么这么眼熟？这名老人的手简直和我妈一模一样。老公，你老是跟这些人共情干嘛？咱妈的手可没这么粗糙，她都已经病得这么严重，活着本来也是受苦，走了还能给大家做贡献呢。我祝她解脱，说不定她还要谢谢我呢。对逝者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简直不配当人。你家里不是也有老人吗？做子女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给你爸妈听了会怎么想？各位，我承认他确实做的不对，但他毕竟是我老婆，我总不能不管，眼睁睁看着家破人亡吧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我们家的，对不起。你们想要任何赔偿都可以，只求放他一马。吴勇，你干嘛对他们卑躬屈膝的？有完没完？闭上你的嘴！喂，请问是7栋2单元业主吗？今天有名老人倒在你家楼栋门口了，知不知道？老人倒在我们楼栋附近。没错，现在老人已经被送进医院了，我们正在全力排查身份，麻烦你们回家检查一下家中老人情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老公，谁找你啊？我妈在哪儿？她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咱妈一直在家睡午觉啊，她睡觉可香了，当然听不到电话。老公，你别杞人忧天了。你确定吗？你亲眼看见咱妈在午睡的？当然啦，要是我没亲眼看到妈午睡，我又怎么会放心出门追到医院里来呢？老公，刚刚是谁给你打电话？怎么把你搞得心神不宁的？哦，是小区物业的人跟我说，有名老人倒在楼栋附近，让我们确认一下。小区物业？我看是这群窝囊废安排的骗子。这事儿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，怕是你被我戳穿急眼了吧？这一路上我早就看出来，你是个什么东西。你以为你骗得了别人，就能骗得了我？我根本听不懂你什么意思。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狡辩都这么熟练，看来你是个惯犯啊！之前冒充医生的难道不是你吗？现在又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冒充物业的，我看你们就是合起伙来想骗我老公的钱。你简直是无药可救，犯了大错不思悔改就算了，谣言也是虎口就来。我犯错？我犯了什么错？我连这人的面都没见着，凭什么说我犯错？谁知道他到底死没死？是不是你们合伙仙人跳中的一环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你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，是要遭天谴的。别给我来这套！我现在就当着大家伙的面撕掉你那张虚伪的圣人面具，让所有人都看看。你想干什么？别拦我，让我看看你究竟在搞什么鬼！
吴勇，你打我！吴勇，你居然打我！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从来都没有打过我，现在居然为了这么一群外人打我！你还嫌给我惹的事不够大？再闹下去，谁都救不了你！我就知道你一反常态，一定是嫌我烦了。你是不是在外头有别的女人了，所以才对我失去耐心了？这个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要跟你离婚！离婚！好啊，你要是想离婚，那就离呀！到时候我看你家爸妈谁来养，你弟结婚买房的钱谁来出？你们夫妻俩吵架，别在医院里吵，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们也不关心。你叫赵晓霞是吧？你放心，害人未获得及时救治病逝这件事儿，你脱不了干系。我会为他的家人作证，将你告上法庭。对，我们也去。你们算哪根葱啊？还告我？真以为我和我老公吵个架，他就不管我了？到时候打起官司来，我看你们怎么赢！老公，咱们的事一码归一码，他们要欺负我，你可不能不帮啊！各位，事已至此，一切后果我都愿意承担，一切赔偿我都可以接受。你们想追究他的责任，我也不拦着，只要这件事能平息下来，不影响我的生意。老公，你真的就不管我了？赔偿不是我说了算，还要看病人家属的意思。先把他送进停尸房吧，剩下的等联系到他家里再说吧。我懂了，在你心里，我还没这群外人重要是不是？他又不是你亲妈，用得着你这么孝敬吗？我看你还怎么孝敬！小霞，你疯了吗？吴勇，你个窝囊废，有必要对一群欺负我的人卑躬屈膝吗？这些穷鬼不就你花点钱就解决了，逼着我跟他们道歉认错，这么多年的青春简直白瞎给你了。不管你再怎么委屈，再怎么不开心，也不能对着死人无理取闹吧？人命关天，死者为大，知道你这一些我要赔多少钱吗？现在你也看到，病人确实没了，这下你满意了？病死又怎么了？他们这群浪费资源的人就该死，要骂也是骂他们家那些不负责任的亲属，老是针对我干嘛呀？多说无益，无论是网上的热搜，还是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我都已经留下证据。赵晓霞，你就等着法庭上见吧。我李正一定让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付出代价。你吓唬谁呢？当我是吓大的呀？赶紧把手机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找人断你手脚，把你做成人质，信不信？赵晓霞，你怎么能这么疯？真是看走了眼，居然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！事情闹大了，影响到我生意，我让你全家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不帮我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威胁我！威胁你怎么了？你还有你爸、你妈和你弟，哪个不是靠我的钱养活？害死一名病患，害了一个家庭，他都逝去了，还对他百般不敬，连连叫嚣，人怎么可以渣到你这种地步？够了！事情闹到这一步，都是因为你。没错，老公，要不是他，这群人眼红我们家的人，哪来的借口找麻烦？都怪他病倒还拦路，都是他的错。畜生！你们违法犯罪就算了，做出这种事来，你们还配当人吗？他病倒没救回来，已经很可怜了，连安静离去，你们也忍心打扰吗？救的是什么达官贵人也就罢了，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病患，自然有家人心疼，轮得到你生不心泛滥吗？这位圣人，你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？大夏真是把你们喂得太饱了，才会导致你如此泯灭人性，不知悔改。你们以为侮辱的是李医生吗？你们这样轻视人命，大闹一番，打的是你们自己的脸。事已至此，对他们多说一句话，都是白费口舌。放心吧。对，李医生，对于这种人，只有法律能够制裁他们。泯灭人性，有悖天论，拿畜生来形容他们，简直都是侮辱了畜生。吴勇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些人报警把我抓进去吗？快点想想办法啊！放心，老婆，大夏律法是讲究证据，只要把证据毁掉，他们可不就是造谣生事？你护得了他一时，
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放纵这种违反社会良序、泯灭人性的怪物存在，早晚会闯出更大的祸呀！到时候，你就是纵容罪恶生长的帮凶。你当我傻了？病逝的又不是我亲人，可我老婆真的是我老婆，我干嘛要帮你抓她？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最体谅我了。各位，我老婆做的确实过分，但我也不能放任你们把她送进去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看在家里老人还需要她照顾的面子上，开个价吧，多少钱才能让你们闭嘴？等等，妈，妈，你说句话，妈，妈，怎么会真的是你啊？妈，病倒的老人是你母亲？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妈，怎么会真的是你啊？你睁开眼看看我，你怎么能留我一个人在世上？妈，倒地的老人怎么可能是你呢？你不是从来不离开家，怕发病找不到药吗？这个时间不应该是你午睡的时间吗？你怎么可能倒在小区里呢？原来她是你们的母亲。回旋镖扎在自己头上就知道痛了。刚才那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，他倒在药店门口，恐怕是家中药吃完了，又没有人帮他买新的，只能自己下楼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样的行为只会加重病情啊！赵小霞，你不是说在家照顾我妈吗？你不是说确认过了，绝对不可能是她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。老公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他不听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对了，老公，是他们救治能力不行，没救下咱妈，一群庸医，咱们去告他。吵什么吵？不知道医院里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吗？陈医生，这里是什么情况？病患刚刚离世，家属的情绪比较激动。你是李医生？你已经到医院了，怎么不去报道呢？这名患者的病恰好是你擅长的领域，手术由你来主刀的话，也许就能救下一命了。什么？真的是医生？你真的是李医生？既然你那么有把握，你为什么不去进行手术？为什么不去救我妈？你还有没有一点医德？原来是我不想救吗？当初是谁蛮不讲理，将我挡在手术室门外，非要断了病患的生路？当初又是谁非要阻拦我们运送病人，耽误救治时间，将他对活路的希望彻底抹灭？提前2分钟，或者放我进行手术，甚至更早之前，你乖乖待在家里看住老人，及时帮他买药，有10000种方法能够帮助他活下来，但你偏偏因为自己的愚蠢，选择了唯一能害他的那一条路。你犯的错事，哪怕用你的命来偿还，也弥补不了。老公，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别这样，我害怕。我不过就是犯了个小错误，出门逛了个街，我也不知道咱妈会遇到这种情况呀。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照顾妈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看在妈的面子上原谅我吧。对了，我刚刚说的，我磕头，我给你磕100个响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从今以后我决定什么都听你的，不听你的我就天打5雷轰。我们还有我爸妈要赡养呢，从今以后我让他们把你当亲儿子看待，这样弥补你。你看，为什么？赵小霞，我妈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要害死她？你为什么要害死她？赵小霞，我妈平时待你不薄啊，她到底哪儿做错了？你要这样害她？
我错了。不对，错的不是你，错的是我。我就不该把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娶过门，我就不该让你有机会害我妈。我要给我妈报仇，我掐死你，掐死你！吴先生，我知道你现在正在被仇恨左右，但正是因为你平日里对妻子的无端纵容，才导致她是如此不通人性、歇斯底里。你也是罪恶的帮凶啊！已经发生的悲剧无法改变，现在只有动用法律的武器，才能获得最终的救赎。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老公，你难道真的想为了咱妈把我也逼上死路吗？咱妈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么做呀。老公，只要你肯签署谅解书，他们就会重新发落。之后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，你看我哪不顺眼我都可以改。老公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放我一马好不好？你刚刚说谅解书？老公，我可是你老婆，你难道真的忍心看我被关一辈子吗？虽然咱妈不幸离世，可咱们不是还有我爸妈要孝敬吗？还有我弟刚结婚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。无论是我给你的，还是给你家人的，我都会派人收回。我不但要你坐一辈子牢，我还要你赵家家破人亡，要你赵小霞失去一切，一无所有的度过余生。记住，是你毁了一切，仅仅一辈子的悔恨根本偿不了你的罪。小霞，你个杀千刀的，到底造了什么孽呀？突然来了一群人，要抄了我们的家呀！他们还说要回你弟的彩礼钱，没有钱，你弟靠什么结婚呢？妈，我现在急用钱，你能不能救救我？赵小霞，你个没用的废物，连这点作业都指望不上你，你还想啃我们的老？从今以后，我们家和你断绝血缘关系，我没你这个女儿，没有我的妈。赵小霞，你涉嫌寻衅滋事、故意杀人、危险驾驶、造谣诽谤，数罪并罚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李医生，如果换作是你的话，真的能医治好他的母亲了。这个世界上，真正难治的是心病。